上校不如狗，少将满地走。国军的将军怎么就这么不值钱？当兵打仗，扛枪卖命，谁没做过将军梦？拿破仑那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更是把这份野心说得理直气壮。可真要当上将军，那得靠战功堆，靠资历熬，才能让上下心服口服。可在民国时期，当将军的门槛低得吓人，手里有个几千人的部队就能捞个少将甚至中将，以至于民间都传开了上校不如狗，少将满地走。这种荒唐的局面到底是怎么造成的？首先得说那是个乱世，清王朝一倒，军阀四起，直奉战争，中原大战打成一锅粥。国民政府为了收拾烂摊子，只能两手抓，一边打一边拉，打不赢的地方势力就拿军衔当胡萝卜递过去，再配上钱和枪，先把场面稳住。你封我个中将，我就认你是中央，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。甚至有些封疆大吏还替儿子向国民政府讨要军衔，仿佛这玩意儿就是光宗耀祖的招牌。其次，军衔制度本身就乱得一塌糊涂。民国学德国，学日本，军队倒是近代化了，可却有3个部门能授予军衔：国民政府、军事委员会、总司令部，各封各的，标准不一。1935年虽然搞了次改革，弄出特级上将、1级上将、2级上将的体系，看似规范，实则治标不治本。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。抗战一爆发，国土大面积丢失，国民政府搬到重庆，对地方杂牌部队的掌控力直线下降。四川、广西那些地方势力趁乱大封少将，只要不碰上将这种太招摇的军衔，中央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更别提保安团之类的武装，更是随心所欲，见人就封，跟封建社会的草头王没两样。除此之外，国军还有个职务军衔。1935年改革后，实授军衔由全序厅统一颁发，名额卡得很紧，结果就出现了一种尴尬场面。一位将领手下带着10来万人，全序厅给的却只是个上校军衔，上校去指挥10万大军，岂不是自讨没趣？于是下级将领主动用职务军衔来抬高长官面子，你称我司令，我叫你中将，大家皆大欢喜，实授军衔反倒没人较真了。最后腐败更是把这潭水搅得浑上加浑。抗战胜利后，接收城市需要大批官员，许多人出钱打点，明码标价买军衔买官职，上级也乐得装糊涂。说到底，国军军衔之所以廉价，背后是制度崩坏、战乱失控、人心浮躁的多重夹击。而这场军衔闹剧也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国民政府治军无方、腐败透顶的底色，连军人的荣誉都能论斤卖。这样的军队又怎么扛得起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？